数码圈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我需不需要一个 iPad？ 有的人会认为用 iPad 来进行无纸化学习，不需要带一大坨的书，轻便且高效。也有的人会觉得买 iPad 的钱都够买一辈子的笔记本了，而且纸质的书写体验是 iPad 无法替代的。其实不只是大家，我刚刚接触数码的时候也经常会纠结这个问题。那看完今天的这个视频，你就会知道 iPad 能干什么，什么样的 iPad 适合自己，为什么我选择了 iPad 而不是安卓平板。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等到需要购买 iPad 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iPad 能干嘛？当初我自己买 iPad 就是为了可以不用每天带着一大坨的书，只要下载电子版的教材，不管下载了多少份，都只有这一个 iPad 的重量。不仅如此，在电子版里面做笔记也比在纸质的书本上面更方便。记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一写，等到下课这样一圈，然后直接一个挪，完全不需要重新再写一遍。有写错的地方也可以很方便的修改，而且在 iPad 里面还可以通过搜索笔记关键词，快速的查找到这个笔记。在学习一些网课的时候，也可以左右分屏，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我自己最推荐的笔记软件其实是备忘录，免费，而且通过 iCloud 的云同步，在苹果全设备上面都可以查看笔记。想要更好的体验的话，也可以试一下 Notability 或者是 GoodNotes。这俩都是经过无数人考验和推荐的 App，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也经常用它们，又或者平时学习工作的时候用 Xmind 做一个思维导图，这样最后按照思维导图的结构敲键盘，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还可以防止逻辑混乱。除了这些大家经常谈到的学习或者是生产力 ，iPad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降低一些专业领域的门槛，比如 iPad 自带的软件酷乐队，像现实里面的乐器，要是没有很长时间的苦练，那几乎是弹不出来像样的声音。大家看看啊，这是我刚刚随便花了10几分钟瞎调出来的一小段音乐。那么现在关键来了 ，iPad 有哪些型号呢？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目前苹果在 iPad 这个产品上划分出了4条产品线 ：iPad 数字系列、iPad mini、iPad Air、iPad Pro。iPad 数字系列，也就是基础款的 iPad， 在过去一直是 iPad 里面价格最低、销量最高的存在。那如果你只是想买个 iPad 来刷刷 B 站、看看爱奇艺，或者只是用来涂涂写写、记记笔记，那基础款的 iPad 就已经足够满足你的需求了。目前官网在售的基础款 iPad 有2款，2021年的 iPad 9和最新的 iPad 10。好家伙，新老一起卖！你也知道 iPad 10不好使是吧？以目前 iPad 10的价格来看，我不推荐任何人买 iPad 10。过去入门款的 iPad 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唯一没有问题的就是2599的售价，而 iPad 10直接把价格抬到了3599。都2023年了，扭扭捏捏换个全面屏，还留着非全贴合，高贵的 Type-C 接口还非得整个转换器，用8年前的1代 Pencil， 这比发布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呢，牛的！原本初代笔的充电方式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 iPad 10更是重量级，不但先要把这个笔插进这个转换器里面，还要再给转换器插上一条 C 口的线，再把这个线插进 iPad 或者是充电器里。这时候我看看 iPad 9，虽然它只有 A13 芯片，但应付上网课和记笔记绝对是绰绰有余了，连这个2599的价格都和蔼可亲多了。iPad mini。可以说 iPad mini 是和其他所有 iPad 都不太一样的一台，它的大小决定了它在放下使用时不如其他 iPad 来的方便，但是在需要携带的时候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使用场景。小小的身体为娱乐而生，双手抓着打游戏刚刚好，随便一塞就能带着出门，完全不像其他款的 iPad 一样，出门得纠结上半天到底要不要带着。而且比起上代的 mini 5，这次 mini 6也用上了全新的模具。模具。屏幕从7.9寸变大到了8.3寸的同时，整体的尺寸反而小了一喵喵，像是一个缩小版的 Air。笔的支持也从1代升级到了2代。假如你需要一个能够带着出门打游戏、看剧、偶尔写写笔记的话，那 iPad mini 一定是最不错的选择。iPad Air 相比起入门款的 iPad Air 换上了全贴合的屏幕，横向双扬声器，有了 P3 广色域，能显示更丰富的颜色，抗反射涂层，支持2代笔，以及一颗足够未来6年性能要求的 M1 芯片。这些不但代表着它在视频娱乐方面能有着更好的体验，也代表着它几乎能够完成这个世界上其他平板完成的任何事情。
那么 iPad Pro、iPad 系列的 King， 其实我个人是并不推荐学生党购买 iPad Pro 的。对绝大部分学生党来说 ，iPad Pro 和 iPad Air 的体验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就算是预算充足，买个 Air 就足够了。Pro 系列的适用人群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专业用户。相比 Air 5，iPad Pro 额外增加了2000的预算，让你获得了 M2 芯片、更好的扬声器、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以及 Apple Pencil 悬停功能。要是在外接一个妙控键盘，在文字处理这块 ，iPad 可以说是碾压其他所有的平板。更高的刷新率以及悬停功能，对于真正拥有绘画生产力的专业用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体验提升。同样，这些专业用户也一定能用这块 iPad 更快的把这份溢价赚回来。其实现在就有很多专业设计师在用 iPad Pro 直接就给客户出图。我就有一位在游戏公司当原画师的朋友，他平时基本就只用 iPad 来画画，无论是随手的练习稿，或者是几万块钱的商业稿，都只需要一块 iPad Pro 和一根 Pencil。在 iPad Pro 上，11寸和12.9寸的唯一区别就是大的 iPad Pro 配了一块更好的屏幕，尤其是在苹果更新 iPad OS 16推出参考模式之后，不但能够看 HDR 视频，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这就是 HDR 调色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同样是8000块钱，我买个 HDR 显示器是这样。而 iPad 就是这样。甚至，如果你的 MacBook 是不支持 HDR 的版本，只要插上 Type-C，iPad Pro 就能直接变成一台 HDR 显示器。最后来简单说说买电脑还是买 iPad， 以及为什么选 iPad 而不是安卓平板。第一个问题，在苹果喊出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之后，出现频率明显变高了很多。但在我看来，至少在目前 ，iPad 的优先级永远在电脑之后。而且在初代 iPad 发布会上 ，iPad 的出现是在手机和电脑之间，而不是抢走电脑的位置。iPad 只能在一些更需要轻便的领域替代电脑，而不是彻底的取代电脑。尤其是对于一些理工科的学生党来说，一些专业上需要用到的软件，别说 iPad 了，就算是 MacBook 都不如一台 Win 本来的实在。像我以前常用的 CAD，iPad 上画完一张图的时间，在电脑上画5张我都画好了，更不用说其他的3D 建模软件。麻烦就不说，很多插件可能都用不了，比如犀牛、UG 或者是 SolidWorks， 尤其是 SolidWorks， 苹果生态里面甚至都跑不了。至于安卓平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期视频，毕竟基础款 iPad 非全贴合的屏幕，还有扬声器，在观影方面确实是比不过同价位的安卓。但除此之外，无论是软件生态，还是 App 的使用，又或者是笔的流畅性，苹果在现阶段还是要领先安卓一截的。最后来简单总结一下，基础款 iPad 适合学生党用来轻度学习、记笔记，或者是偶尔的 B 站和爱奇艺。平时喜欢带着 iPad 出门，又或者是希望更爽的打游戏， iPad mini 是不会出错的选择。预算充足，想要更好的使用体验，或者是未来能有一点生产力的需求，就买 iPad Air。至于 Pro， 只推荐能用它把这2000块钱的溢价赚回来的专业用户，或者是超能力者。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相信看到这里，你也应该能清楚的知道自己需不需要一台 iPad。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选购自己的 iPad， 也希望无论最终你买回它来是用来爱奇艺还是用来生产力，都能让你感到值得。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